在上期节目中，我们通过末地超船，在没有打末蚁龙的前提下，直接来到了末地外岛，并且夺得了2个鞘翅。龙头呢，我也拿了2个，在这个潜影箱里面。潜影壳呢，我们一共打了6个，其中2个把它做成了潜影盒。在我们去末地之前呢，这里还有个箱子。昨天我们并没有把它打开看，我今天把它挖开了，发现呢这里有2个西瓜种子，我们可以拿回去种西瓜了。没想到吧？最近几期视频呢，我也是看了一下评论。那么在这些评论当中呢，我也是挑了一个比较有价值的一条评论啊。这位观众他说，建议把分类的红实线全部延长1格，会串线导致分类坏掉。那么这个分类的装置呢，是我上一期还是上上期，然后做了那个树场我后面弄了一个分类的装置。那么这个分类呢，如果没有爆箱的情况，它是一切正常的。但是在它里面的物品都装满了之后啊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。你要是再往里面分类物品的话，这一个分类是装的云杉木板，这个分类是橡木木板。我往里面丢云杉木板，它不会掉到这个箱子里面来，它会往这里面掉。但是这里面如果东西塞满了怎么办？它就会往这里面堆积。这里有2个，好，这个里面还没有塞满，我把这里面也全都把它给塞满。我再往里面丢物品，它就会堆到这个地方来。如果这个漏斗里面东西堆满的话，我们乍一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看旁边这个箱子，里面东西都已经全都掉出来了，这个漏斗里面东西全都掉出来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分类装置这后面可以再把它延长一个红实线，把红实线再延长。下面呢，就把它拆掉，中继器放这里，像这样，这后面延长一点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。然后这边呢是最近充电的一些观众也是表示感谢，我把你们的 ID 以及你们充电的数量都把它贴在这个告示牌上面了。还有这边的3位舰长，只不过这个舰长怎么变成4个了？你是从哪里蹦出来那个野生的牛这个不是的，这个不知道是从哪里窜出来的一只牛。这边是我们的第1位舰长这是第2位舰长，还有这里的第3位，这里也是表示感谢。我们昨天拿到了几颗钻石，我们可以拿这个钻石呢来做附魔台。我们也是一直都没有做过附魔台，我们可以先来找图书管理员，找他来教一下有没有书架，6块钱。这个书架有没有便宜点的全都是6块钱。那好吧，我们也不会吝啬这几个绿宝石，就做这里吧。好，再摆在这里。我好像多做了1格好，我们先来跟村民交一把镐子。我看了几个有工具匠的商人，他们卖的镐子就它最便宜了，21个绿宝石，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镐子丢到这个去魔台里面去，就成了一个普通的钻石镐。我们再去拿一下青金石。我们这个30级的附魔呢是一个效率4，我们看除了这个效率4，还能不能出其他的一些附魔？好，就是你了，哇，爽爆了！效率10运耐久，哇！直接来个10运3，看来今天晚上都兴奋的都不想睡觉了，这还睡得着吗？那我们来赶紧把这个镐子打成神镐，把它效率4打到效率5。刚刚又交易了2个效率2的，把它一打，效率3，效率3和效率3打在一起，效率4，再把它打在一起，哇！只要8级。我们第一把这个神镐就已经把它打出来了，我们就差这一个了，把这个精准采集的这个镐子也把它全部的给打满。那我们今天要去干嘛呢？我们要去末地去做一个刷沙机。这里呢，我们要到海边来挖点沙。由于做末地祭坛的那种刷沙机呢，需要破基岩破基岩我们就得拿很多的 TNT 来进行破除。我们现在 TNT 只有火药，但是呢没有足够的沙子，这里先挖一些沙子，把它合成 TNT。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边的产物有多少箱了。这边1、2、3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大箱，11，差不多有11大箱了。我后来发现这边有问题，上面的漏斗只接到这里，没有做一个往右边漏的一个漏斗，所以这边全都堵住了，只有前3排。我后来也都一直懒得改这个，都没有来管它。好，我们现在拿一些火药合成 TNT， 有多少个？43，应该够了吧？毕竟我们一个 TNT 可以破一个基岩，末地祭坛也就那几个基岩，所以破起来还是挺快的。那么破基岩呢，我们需要带哪些工具呢？我这里拿了有 TNT、红石块、活塞、红石粉，
那么现在 1.14 的版本呢，我们不需要准备那么多的材料啊，只要有几个就行了。现在的版本 TNT 炸这些方块啊是100%掉落的，所以不用担心它会被炸没有。我们准备往末地进发，那我们这一次呢就直接往里面跳就行了，就不用像上次搞得那么麻烦。我还是第一次从这个平台出来啊，我连路都没有搭，先把它搭过去。在我们破基岩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挖几块黑曜石。这个黑曜石呢，可以不用急着从家里面带啊，直接来末地来挖就行了。好，在我们准备完这些材料之后，我们先换上我们的全套钻石装备啊。这里破基岩一定要换装备，不然就会被炸得很惨。那么破基岩呢，大家肯定会想到这种传统的破基岩方法，活塞像这样放，然后这边再放黑曜石，这里放 TNT，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打开连点器，对不对？那么这种方法呢，会有一定几率没法破掉基岩。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一个100%能够破除基岩的，而且又特别容易做到的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如何可以100%能够破除这个基岩。这也是我自己前几天才试出来的一种方法，很简单，也是这样破。我们只不过需要打开连点器。那么我这里的连点器呢，是用的推克入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是装了一个推克入，然后在这里选择一个热键，我们设置一下这个连点的一个热键。我们看到这一栏 Fast Right Click。就这个快速右键点击啊，它的意思就是这个，我们只要按一下右键，它就可以快速的点击。我们正常的右键速度是这么快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把这个热键打开，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中下方啊显示了一个开关，我们再按右键呢，它的右键速度就是这样子的。在放 TNT 之后啊，然后我们选择这个活塞，要在这个地方啊打开连点器，把这个活塞放上去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，放上去，然后连点器打开，在这里点。再把连点器关上，我们发现这个基岩啊，我们就已经把它给破除了。第二个呢，也是同理，这种破基岩的方法，上面的第一层和这下面的第二层都是100%能够破除的。这个末地祭坛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生成的，这下面怎么还有基岩呢？难道你生成了2个末地祭坛吗？我来看一下这下面，那好像真的是生成了2层啊！哇，那今天这个基岩怎么破啊？要破这么多基岩吗？那上下2层啊！这又是个什么奇怪的 bug？ 那么这个红石块可以换红石火把都是可以的，但这里放红石块的话，它可以抵挡一部分 TNT 的爆炸射线，我们受到的伤害就会小一些。只不过我们破基岩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一点，用连点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安全，尤其不要像黑山某熊那样拿着 TNT 的时候就已经打开连点器了。感谢超新三的。哎，我去！哦，钥匙！最外面的一圈基岩全都已经被我破了，我们要破第2层的基岩。第2层呢，每一边要往里面破3个啊，这边破3个，左边也破3个，右边也破3个，破到最后就只剩下面的3×3的基岩了。这下面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生成的，那难道是生成了2个末地祭坛吗？一个落在另一个身上，我看一下，真的是2个。我不知道这个系统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昨天打龙也是出 bug， 这个末地祭坛它又是出了一个很奇怪的 bug， 生成变成这种形状了。你说我为什么要平白无故破这么多基岩？我必须要把下面的基岩全都给破掉，才能够做刷砂机，好亏啊！我为什么要破那么多基岩？如果你生成的正常一点的话，那我就不用花那么大力气来破这么多基岩了。还有这个破基岩的方法呢，只适用于末地祭坛的这种破基岩的方向，你如果在其他地方也像这样破的话，可能就会不成功。好，我把系统生成错误的那些基岩全都给破完了，那么现在这个样子呢，就是大家应该正常破除基岩以后的这个末地祭坛的样子，真的是太恶心了。系统多生成的那些基岩，破完这些基岩之后啊，我们还要把这最上面这个方块啊，这个基岩把它给破除。这个基岩我们怎么破呢？好，我们先打开 F3， 我们要找一下南，哪个方向是南？好，我们看到呢，这边是南。首先我们就把红石块像这样放，然后再放一个朝下的活塞，活塞旁边呢，我们再放一个黑曜石，要点燃 TNT。这个 TNT 怎么点呢？放在这里应该不要紧吧？我之前只是在创造试过，但是生存的话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把自己给炸死，试一下吧。好，打开连点器，朝这个地方。好，这样我们就把这顶上这个也给破掉了。最后一个红石块，大家一定要看清楚，要朝着南方，朝其他的方向都是破不了的。
这个刷砂机呢，我已经做了其中的一边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地方就是开关，我们把这个拉下来，这里就会发出高频，这里高频呢就会往4个方向发射红石信号。这边活塞它会推出，这个是粘性活塞，它会推出。在推出的同时，这里还有2个侦测器，朝上的侦测器。这边2个朝上的侦测器呢，它可以激活这边这一排。这下面有5个向上推的活塞，我们看一下这边是怎么激活的。2个侦测器啊，往上面传递红色信号。这边有一个方块，它会给这个方块充能。左边呢，它的左边有一个点状红石，右边这也是一个点状红石，所以呢，这5个活塞都能够把它激活。右上方这里有一个活塞，后面接的是粘液块。那么这些粘液块呢，要把沙子推到这个传送门里面去，但是实际上呢，这个沙子它是推不进去的。这里面放的有这个栅栏，这个栅栏的碰撞箱呢有1.5个高，所以呢沙子它是进不去的。但是它被下面的活塞先推起来，然后再被右边的这个活塞往左推。这个粘液块啊，它是可以推动实体的。下面的沙被抬起来之后，下面活塞它就又缩回去了。沙子呢，它现在处在一个半空中准备下落的一个状态。那么在这个状态呢，可以被粘液块给推动，推动就会往前面做一个平抛运动。但是它实际上呢是进不去这个末地门的。然而系统却判定这个实体它是已经进去了，就相当于在这个传送门这里已经复制了一遍。所以呢，在出生点那里就会不停的有沙子从出生点掉下来，但是这边的沙子呢并没有消失，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原理来复制重力方块。不光是沙，还有混凝土粉末，还有沙粒都是可以复制的。那么这右边呢是采用了 1.14 版本的树电，这个木头离这个树叶的距离如果有改变的话，原木会从这里移到这里来，然后再回去。这个侦测器呢，它都是可以侦测到它的变化，然后发出红石信号。如果这里只有一个侦测器的话，它会发出一个非常短的脉冲，那么这个活塞它就会推出去，它就不能把这个粘液块拉回来，所以这里要放2个侦测器。这2个侦测器呢，它们之间是会相差1T 的响应时间。如果把这个木头啊移到后面来，它离这个侦测器近，所以呢，这个侦测器它就会先响应，这个侦测器它就会晚1T 的时间响应，所以呢，会造成上面活塞会感受到一个2T 的脉冲。1T 它是只能够推出去，但是拉不回来。2T 呢，它就可以推出去，然后再拉回来。所以这里的数电就是起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。好，我们再来开机看一下，看它是怎么运行的。当然我现在还没有放沙，我们可以放沙，放上去看一下。好，关闭。我们放这个沙呢，要怎么放呢？要这样放，放在这个活塞上面。当然这个地方我还没有放栅栏，如果没有放栅栏，这个沙就直接被推到末地门里面去了。好，我们再开机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沙它是想往下掉，但是它掉不下去，它一掉呢就被下面的活塞往上抬，然后它就在末地门这里一直鬼畜。实际上呢，我们可以回到出生点那边去看一下，那边已经是刷了很多沙了，这只是做了其中的一边。如果我们把这4边全都做出来，那么这个刷沙的效率就特别快，每小时大概能够刷18万的沙。那么这种设计呢，采用的是哈威的设计啊，这边已经堆到天上去了。然后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，栅栏前面要放半砖，不能够放整砖。如果你放一整块的话，这个栅栏它的碰撞体积它就会变化，它的体积就变了，它就变长了。再复制这个沙的时候，它就进不去，就没法复制。好，我们的末地刷沙机就做完了。我们最后来检查一下下面的档位打得对不对啊？有2边是4档，剩下的2边呢是一个4档一个2档。我们来拉下这个拉杆来看一下，可以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出生点这边的沙子呢，我们把它给铲除，直接用一个火把可以让它们全都掉下来。我们把它做成了这种物流管道，还是和那一边的管道是一样的。这个沙子呢从这里流过去，拐个弯，碰到这个箱子，它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漏斗里面去。拿个半砖把它放上去，然后对着它泼水，这样它从上面掉下来就变成掉落物。哎，被我们捡到了，看来还得把它弄高一点，不然它就会掉到外面来。这样呢，哎，怎么又被我们捡到了？不能直接放正上方，这样放就被冲走。好，我不演示了，每次都被我捡到。然后这后面呢还是一样，放告示牌，然后再把水流一直引到后面去。好，我们到末地这边把刷沙机打开。好，现在把我们的小伙伴已经招出来，在这里挂机。
我们，哎，他好像肚子有点饿，没关系，反正死不了的。我们去对面看一下，刷过来的沙在这里啊，它全都会变成掉落物。哎呀，冲不过去。那么这个我们就线下再来改吧。我们今天做完了刷沙机啊，并且把末地祭坛那么多的基岩全都给破除了，还是做了不少的工作。这个刷沙机呢，其实也不算太难，做起来工程量比较小，但是想真正的吃透它，想理解清楚到底是怎么运作的，所以还是得要一点红石的功底。好的，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呢，在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红石工程想看的，或者对红石方面有什么不太了解的地方，欢迎来评论区留言评论，和其他的一些玩家共同来讨论一下吧。那么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